小师弟高坚是个孤儿，幸得震天武馆收留才得以长大。但因为他辈分小，武功弱，经常遭到师兄们的欺负与嘲弄，连师父石正仲也不怎么看好他，以至于有时候明明是师兄不对，石正仲却偏偏要教训高坚，认为他目无尊长，惹是生非。当高坚想要争辩，师兄们则会倒打一耙，最终受罚的只会是他自己。这晚，高坚扎完马步回到住处，身心疲惫的他刚刚躺到床上，突然听到窗外一声响透。高坚起身，壮着胆子查看，竟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男人倒在门口。高坚没有多想，赶忙将男人抱起进屋疗伤。可他哪里知道，这位男子正在被人追杀。原来男子名叫金天运，他特立独行，武功高强，被称为武林第一怪侠，最是喜欢惩奸除恶。就在今日，他约战关外三魔，准备为武林除害，不想遭到对方暗算，带伤击退3人，才侥幸逃脱。高坚心地善良，把金天运安顿在家中，细心照顾。可由于师兄们的日常刁难，每天只能悄悄带回一些白饭。看着金天运腹部刀伤，他又来到药店要买一些田七白药。奇怪的是，老板不卖给他，不带他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。屋内一人突然出现，将他制住，逼问他是谁受了刀伤。这人明显是在找金大哥。高坚随即应变，谎称是自己师父受了伤。那天晚上有个人中了一刀，闯进武馆要和师父动手，被打败，往东边逃去了。这人一听，立马追了出去。高坚买到药回来，金天运告诉他，这个人叫范山，是关外三魔之一。此人性情暴躁，一对刀拐功夫飞猛无比，手段狠辣。老二周三桥贪婪好色，精通飞镖功夫，擅长用暗器百发百中。老大严清王凶狠阴险，武功高强，虎豹犬，深奥莫测，尤其是变子功出神入化，令人防不胜防。如今关外三魔虽被高坚一时蒙蔽，但对方迟早还会找到这里。金天运自知重伤未愈，倒是难有胜算。他突然让高坚上前展示一下自己的武功。看着高坚的三脚猫功夫，金天运大骂花拳绣腿，忍不住一顿吐槽。石正仲自诩武林正统，实则是误人子弟。原来他感激高坚仗义相助，要传授高坚真正的武功。高坚惊喜不已，但却有些犹豫。江湖规矩，为人徒弟只可师承一脉，再另学他法就是背叛师门，犯了武林大忌。高坚不想成为叛徒，但金天运告诉他，自己只是偷偷教他一些功夫，没人会知道。高坚这才欣然接受。金天运的绝技乃是寸劲和剑术。寸技，劲运于寸，通过臂尺发出，与人搏斗常有奇效。他扎稳马步，方寸之间就把瓦片击碎。瞧见的寸劲展现出的爆炸性，高坚跃跃欲试。可当他有样学样，猛然出拳，换来的只是闷响和疼痛。金天运哑然失笑。练武哪有那么简单？习武之人最忌讳的就是操之过急。年轻人还是慢慢练。高坚谨遵教诲，开始沉下心来练习。金屋旁骛之下有了很大长进，不出2月，竟能一口气将所有瓦瓶击碎。金天运欣慰点头，又开始传授他剑术。剑为短兵之师，虽有双刃，但其威力多在剑锋，必须全力贯注于此，方能发挥其威力。高坚牢记金天运所授剑谱，每天进行练习。他本就是个练武苗子，而今得到了金天运的真传，不消1月，剑谱招数已被他尽数掌握。高坚的武功突飞猛进，只是还不待他欣喜，金天运就要离开了。高坚担心他的伤势再遭挽留，然而金天运去意已决，他已把毕生所学传给高坚，直言1年以后，高坚就会成为第2个金天运，天下无不散之宴席。如今关外三魔依旧为非作歹，他要去除暴安良，高坚哪会知道金天运是怕关外三魔找上门来连累他。高坚还是在武馆练功，不过看着师傅的教学已经索然无味，还忍不住打了一个哈欠。师傅火冒三丈，想要教训他，但高坚早已今非昔比，反被小小猎徒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石正中恼羞成怒，直接操起一块板砖，但毕竟有失体面，只能以偷学其他功夫为由，将高坚逐出师门。高坚背上了背叛师门的罪名，而另一边的金天运更是遭殃。他刚离开小镇没多远，就被关外三魔追上。本就重伤未愈的他，面对3人的围攻，只能是含恨而终。金天运被关外三魔所杀的消息传来，石正仲突然兴奋，如果他能把关外三魔打败，那岂不是既证明自己比金天运技高一筹，还能获得无魔卫道的正义美名？他赶紧便邀江湖好友，以替天行道的名义共讨三魔。可不待他们大会开完，关外三魔就主动找上门了。然而就他们这一帮乌合之众，哪里是关外三魔的对手？石正仲一行人马被打的是哭爹喊娘。另一边，高坚流浪到了一处酒馆，白天打杂，晚上练功。直到1年以后，他才意外地从2个食客口中得知金大哥和师门出事的消息。高坚悲愤交加，他决定除掉关外三魔，为金天运报仇。
当他重回师门，这里早已物是人非，师傅和师兄为求活命，竟然全部沦为奴仆，被关外三魔呼来喝去。见此情形，高坚没有贸然行事，而是以普通弟子的身份加入到关外三魔的奴隶队伍中。他要寻求机会将敌人逐一击破。这天，高坚找上老三范山，以有秘密情报为由约他后山见面。范山不知眼前的小伙扮猪吃老虎，果然中计，结果却被高坚一顿痛打，血溅当场。高坚把范山的尸体带回院里，气得老大老二暴跳如雷，扬言一定要寻找凶手，将之碎尸万段。晚上，高坚趁热打铁，他暗中传信给老二周三桥，上书凶手线索藏于关帝庙。周三桥追凶心切，果然来到破庙。当见到是高坚在搞鬼，他愤怒间使出飞镖绝技，想要速战速决。但狡猾的高坚却不与他硬碰，只是借助地势左闪右躲，等周三桥的飞镖消耗殆尽，然后再起身向前。当远程射手只能用拳脚进攻，那结果自然是被打得落花流水。一天之内，三魔丧失其二，连石正仲都疑惑不已，还以为是哪个武林高手仗义出手。他哪会知道，这一切都是自己最看不起的废材徒弟所为。只剩严亲王一个，高坚也不再绕弯子，出现与他正面交手。没几个回合，高坚的一招寸雀直接打得严亲王手掌发麻。严亲王这才知道高坚定是金天运的传人，他不敢大意，趁高坚不注意，骤然使出绝活变子功。高坚始料不及，险些被变尾山的利刃划伤，但他没有慌乱，而是持起一旁的长剑，顺势砍断严亲王的小辫子。辫子功被破解，严亲王又拿起一把大刀，刀剑拼扎，高坚剑术飘逸灵动，严亲王刀法势大力沉，你来我往，不相上下。但高坚毕竟得到金天运的真传，他气运丹田，运臂于指，手持剑穗儿将宝剑奋力掷出，剑锋之威直接春刺严亲王，成功复仇。这一幕正好被两个师兄看到，他们竟一改之前的态度，想要高坚教他们武功。原来强者才能得到尊重。